在这个世界上，80%的财富其实只掌握在不到2%的人手中，这已经远远不是以前的28定律所能诠释的了。可怕吗？可怕呀！世界是分层的，贫富差距向来都是一个不可能调和的矛盾。有的人尽管他们一生勤劳辛苦，却依然无法摆脱贫穷的命运，而有的人却能够轻松积累财富，享受富裕的生活。可想而知啊，这里面的矛盾有多深啊！那么普通人到底有没有机会摆脱贫穷，实现阶级跃迁呢？肯定是有机会的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虽然现在这个时代，白手起家成为超级大富豪难度很大，但是顺应时代的发展，找准靠谱的赛道，努力打拼个1-2年，成为中产或小富又怎么会难呢？所以请你一定要相信自己，在靠谱的赛道上，只要愿意努力，你不可能会一直穷下去，你也真的有机会能赚到大钱。当然，如果你现在还感到非常迷茫，不知道从哪开始，我建议你先从改变自己的思维认知开始吧。这是富人和普通人最大的差距，也一定是你能赚到钱的前提。富人和普通人的思维认知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随便举个例子，如果是普通人，在面对一个目标或者一个问题时，往往会首先考虑自己手头上有什么资源，然后再根据这些资源来设定相应的目标或者解决问题。也就是俗话说的，有多大的手，端多大的碗。听起来也很合理，对不对？但在富人眼里，这种思考方式却是大有问题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方式虽然能帮助自己不去犯大的错误，但却难免会让自己陷入一种极其被动的状态。也就是所有的目标和解决问题的方式，都只能受限于自己当前的资源。自己只能接受自己当前的资源所能达到的目标和解决问题的方式，超出资源之外的事情连想都不敢想。可想而知，这样视野会变得多局限，会丧失掉多少发展的可能性。就像大多数农村种地的老伯，只知道自己家里有田，只有每日辛苦种田，然后摘了菜推辆小车出去摆摊卖，这样才能养活自己一家人。他们不会想到，今天农村电商、农村短视频、农村直播竟然可以这么火。只要他们愿意接受互联网，沉下心学习，跟紧着阵风，不仅能养活全家，还有可能翻身致富，一年搞个几十万、上百万的根本不成问题。所以你现在知道富人会怎么想了吗？答案就是，他们会首先设定好一个目标，然后再去寻找实现这个目标所有需要的资源。例如，你就是那个农村种地老伯的儿子，你觉得不应该跟老爹一样，自己就应该一年赚100万，而不是一家人够吃够喝就行了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实现一年赚100万呢？虽然手里有田，但光靠一个人苦逼种地卖菜，基本是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的。所以你要去寻找卖菜能够年赚100万的玩法，并且匹配这个目标的能力和资源。找了很久，结果有一天你偶然刷到抖音，看到有个农村大妈在开直播自己种地采摘的过程，然后对着直播间的观众推销自己的农副产品，而且直播间还有各种礼物打赏不断。简单算了一下，你发现一年赚100万这条路太可行了，所以你也开始折腾如何在网上靠农村题材的内容赚钱。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，你开始接受了很多以前根本不可能了解的新事物。你学着自己写文案，自己拍摄视频，自己直播，自己剪辑，私域的运营， IP 的打造。最终你终于跑通了线上的商业闭环，不仅实现了年入100万，而且发展成规模，有了自己的团队，找到了靠谱的合作方，于是赚到了更多钱。你看，仅仅是换个顺序，就会让自己始终处于一种主动的状态。这时候的目标不再是由资源所决定了，而是由自己所决定。所有的资源都是为了能够最终实现目标而被寻找和调整的，也就是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目标去调整自己的资源，以及去寻找新的资源，例如更合适的投资、更多的合作伙伴、更大的市场等等。马云刚开始出来创业的时候，身上没有足够的资金，没有技术背景，更没有政府的支持，
还到处被人当作骗子，人人喊打。如果靠多少能耐干多少事的思维，那完蛋了，因为手里就那点资源，简直微不足道，根本不可能做大事业。而马云当时的目标是极具野心的，他要打造一个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做生意的平台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一定需要匹配更多优质的资源、合作伙伴、投资以及技术支持。先把目标设定出来后，所有需要的资源再根据自己的进度，后面慢慢开拓和积累出来，最终一步步发展成后来的阿里巴巴，改变了中国的电子商务格局，成为了中国首富。所以富人思维有多重要，你应该能理解了吧？认知水平决定财富大小。很多普通人受原生家庭的影响，一身都是穷病，毫无格局。如果没有遇到大的变故或者贵人帮助的话，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觉醒，意识到自己之前的思维方式是有问题的。当然，也就永远也不可能追上富人，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。所以，哪怕你现在不富裕也没关系，但一定要非常注重思维认知方面的提升，不断对它进行升级迭代，这样你的上限才有可能拔得更高。富人思维当然还有很多，我其实只讲到了一点。我希望我的内容能够起到的作用是抛砖引玉，启发你主动去发现更多富人的思考方式，打开新的财富认知，知道富人是怎么想的，然后用他们正确的方式去思考问题，从而帮助你赚到更多的钱。虽然有不少人看了我的视频后直接去干也能赚到钱，我也经常收到这些粉丝的感谢私信，感受到他们对我免费分享的价值还是高度认可的，我非常高兴。但这样的人实在太稀有了，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讲，赚钱这件事远不是看2-3个视频就足够的，他们是需要有一个高维度的人在身边指导，全面的帮助自己洗脑，颠覆自己以往错误的认知，再附带上一些努力，这样才有可能积累财富，最终改变自己。一个好军师的指导能胜得过100个臭皮匠的帮忙。人人都想跨越阶层变成有钱人，却不是人人最后都能成为有钱人。有时候这无关个人的努力和天赋，而是穷人的思维认知是否足够觉醒。很多人一辈子都穷困潦倒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智商不够、努力不够，而是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完全改变自己的穷人思维，总是按照会让自己变穷的方式去思考问题，结果导致自己越来越穷。因此，想要变成有钱人，你就必须先学习富人思维，懂得像有钱人他们那样去思考，然后通过思维认知上的改变，指导你更好的行为处事，最终逐渐向富人靠拢。我创业5年，跟不少有钱人都打过交道，我总结了他们身上的一些共同点，觉得还是挺有价值的，现在准备分享出来送给大家，希望对你在思维认知上的提升有所帮助。我坚信，只要你的思维是富的，哪怕现在身上很穷，将来也一定有机会可以翻身。1. 我的命运只能由我做主。穷人大都喜欢抱怨别人，面对不如意的时候，总喜欢抱怨命运的不公，抱怨大环境的不好，抱怨机会的缺失，抱怨父母的无能，自己怎么没有跟别人一样出生在一个好的家庭，总是习惯性的认为错误都是别人导致的，吃亏的却是自己，从来不懂得在自己身上找找失败的原因。他们宁可相信买彩票可以赚钱，房子拆迁可以赚钱，却不相信自己同样有机会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每天幻想着一夜暴富的美梦，沉浸在奶头乐的世界里无法自拔。这是极度懦弱无能的表现，如果再不改变，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出息的。而富人则相反，这些人从来不会随便抱怨命运的不公，因为他们知道抱怨根本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，不仅改变不了大环境，也改变不了自己，只会让自己身上产生更多的负能量，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没有信心，错失更大的发展机会。他们相信自己的命运只能由自己来把握，别人谁也代替不了，更不会寄希望于依靠运气来解决问题，所以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去面对困难。他们知道唯一能改变命运的方式，就是沉下心来，好好琢磨怎么赚钱。每天都在思考现在有什么赛道适合自己去干，什么方式能让自己赚到钱，有什么人和资源自己可以借力，遇到困难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去解决。
哪怕有时候难免遇到一些挫折和逆境，他们也从来不会退缩，只会用自己的能力和决心重新塑造自己的命运，最终改变自己。久而久之，他们就能甩开身边绝大多数普通人，变得越来越有钱。建议你可以多去研读一些商业大佬的发展史，你会发现，如果缺乏足够的坚持和勇气，他们绝对不可能一次次走出困难和逆境，最终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就。记住，你的命运只能由自己来把握，哪怕有贵人帮助可以让你走得更快更稳，你也一定要自己拼尽全力，这样才有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功。2. 我还能再干些什么？很多人的思维非常狭隘，总是习惯性给自己设限，他们永远只能看到自己手头上正在做的事情，从来不懂得再去思考自己还能做哪些工作，从而寻找到更多机会，创造更多的财富。例如，你在街上摆摊卖美食小吃，难道这辈子就只能靠摆摊，一天赚几百块的辛苦钱吗？假如你没有开放的思维，那么摆摊就只能是纯摆摊，你出来干一天的活才有一天的钱，如果不干活，躺在家里就没有钱赚。本质上其实还是跟打工人没有什么区别，永远也改变不了平庸的命运。所以你必须要打破这种局限性，懂得用创业者的思维多加思考，你还可以再做哪些事情给自己赋能，帮助你打开新的事业呢？例如，你现在摆摊的同时，是不是也可以做自媒体拍视频？是不是可以做私域留存客户，增加更多的复购？是不是可以对外开直播，吸引更多的流量？是不是除了摆摊卖小吃外，你还可以卖小吃配方，卖摆摊创业培训，卖供应链？只有懂得走出来多思考，你才不会被目前的情况所限制，从而探索到新的机会，赚到更多的钱。所以一定要经常审视自己，还有哪些事情是你值得再去做的。假如你现在在职场打工，面对中年危机，随时都有被裁员的可能，那么你是不是可以考虑自己再去做一份副业，增加新的收入和保障？不要总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没有什么机会，很多时候只是你不善于发现而已。我相信，哪怕你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，身上也一定有闪光点，或者身边有可以借用的事能为你所用。例如，你擅长烹饪，那么你可以卖美食或者烹饪课程。例如，你擅长共情，那么走情感咨询道路或许不错。例如，你的亲戚资源丰富，那么借他的资源就能帮你快速打开新视野。总之，不可能完全没有出路的，只要你不屈服于命运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即使你自己不擅长寻找，那么你也要懂得让其他专业的人士帮你分析问题，解决困惑，打开思路，这样你才能真正摆脱现状和命运对你的束缚，发现更多以前看不到的机会。3. 要让自己变得更有钱。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普通人和富人之间的思维方式存在着根本的差异。普通人往往对财富有着一种简化的理解，认为一旦拥有了足够的财富，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，实现所谓的躺平生活。他们梦想着有一天能够买房买车，享受奢侈的生活，从此不再为金钱劳碌。然而，这种想法背后隐藏着一个危险的陷阱，一旦赚到钱，便开始无节制的消费，追求短期的快乐，而忽视了长期的财富积累和增值。这种心态导致许多人在面对人生的关键机遇时，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和准备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机会溜走。他们可能因为一时的消费快感负债累累，最终陷入一个无法改变现状的恶性循环。这个循环不仅仅是财务上的困境，更是心理和思维上的束缚，使他们难以摆脱平庸的命运。相比之下，富人的思维模式则截然不同，他们从不满足于现状，永远在追求更高的目标。在他们眼里，财富不仅仅是买房买车的工具，更是一种实现个人价值、影响世界的力量。这些人深知，真正的财富是通过不断的学习、投资和创造来积累的。他们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学习新知识、探索新领域以及与他人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上。这种不断学习和投资的习惯，使得富人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抓住机遇，通过智慧的投资获得丰厚的回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投资不仅为他们带来了财务上的自由，
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思维上的独立和自由。他们能够用更开阔的视野看待世界，用更创新的思维解决问题，从而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此外，富人对待财富的态度也值得普通人学习。他们知道，财富的真正价值在于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并对社会做出贡献。总之，普通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财富的多少上，更体现在对财富的认识和使用上。普通人如果想要突破现状，就必须改变对财富的简单认识，学习富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，通过不断的学习、投资和创新，逐步实现财富积累和增长。这需要我们拥有远见卓识，敢于面对挑战，勇于抓住机会，并且具备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决心。同时，也要懂得如何合理规划和使用财富，以财富为手段，实现个人价值，对社会做出贡献。富人之所以能够不断积累财富，是因为他们明白财富增长的本质是价值的创造和交换。他们通过不断创新和优化，提升自己的服务或产品的价值，满足市场需求，从而实现财富的增长。这一过程中，他们不断地挑战自我，突破极限，不满足于现有成就，总是寻求新的发展机会。普通人若想改变现状，首先需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价值观。应该认识到，财富不仅仅是一种物质资源，更是实现个人梦想和社会责任的工具。因此，积累财富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为了消费和享乐，而是为了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实现个人价值，以及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。要实现这一目标，普通人需要从几个方面入手。首先，改变消费观念，避免不必要的支出，合理规划财务，为自己积累起资金的基础。其次，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和知识水平，增强在职场或创业中的竞争力。再次，学会投资理财，让手中的资金为自己工作，实现资产的增值。最后，建立积极的人脉关系，通过与他人的合作与交流，不断开拓新的机遇和可能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心态调整是非常重要的。面对挑战和失败时，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，将失败视为成长的机会，从中吸取教训，不断调整和优化自己的策略和方法。只有具备了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不断前进的动力，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总的来说，财富的积累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，它需要长期的努力和智慧的积累。普通人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就必须跳出短视的消费模式，树立长远的财富观念，通过不断的学习、努力和投资，逐步构建自己的财富帝国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每个人都有可能从普通人变成富人，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坚持自己的目标和梦想，不断努力，勇于挑战。4. 多链接贵人。在探索财富增长和事业扩大的道路上，一个不可忽视的策略就是多链接贵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理解并实践这一策略的重要性，对于每个渴望成功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。贵人在这里不仅仅是指地位高、权力大的人，更重要的是那些能够对你的成长和进步产生积极影响的人。首先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无论我们的才华和能力有多么出众，个人的视野和知识总是有限的。这种局限性不仅在于技能和经验的范畴内，更在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。特别是当我们处在事业的初期或是面临困难时，这种局限性更为明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个高维度的人的指导和帮助就成了突破现状、实现跨越的关键。贵人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，他们不仅可以提供资源和机会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能够分享宝贵的经验和智慧，帮助你避免走弯路，甚至能够在你迷茫和挫败时给予你鼓励和支持。更牛逼的人，他们的思维模式、处理问题的方法、看待世界的角度，都能为你带来全新的启发和改变。然而，真正的贵人并不是随处可遇的，更不是靠等待就能出现在你的生活中的。如果你想要他们的帮助，你必须要采取主动。这里所说的主动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勇气，更是深层次的诚意和准备。你需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你能提供什么，
以及你期待通过这种链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。在寻求贵人的帮助时，诚意至关重要。这种诚意不仅体现在言语上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行动上。你可能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展现你的努力和决心，比如通过持续的学习提升自己，通过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，甚至是愿意付出时间、精力乃至财力去赢得这种帮助。当贵人伸出援手时，你需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充分利用这个机遇来提升自己，同时也要思考如何给予回报。虽然贵人可能并不期待你的回报，但是一份心意、一个感谢，或是在将来你成功后的回馈，都是维护这种关系的重要方式。链接贵人不仅仅是一次性的交易，更是一种长期关系的建立。这种关系的维持需要双方的努力，特别是当你逐渐成长，能够在某些方面与贵人站在同一水平线时，这种关系可能会转变为互帮互助的伙伴关系。在总结之时，可以说，多链接贵人是一种策略，更是一种智慧。它要求我们既要有认识到自己局限性的谦逊，也要有追求成长的决心；既要有主动出击的勇气，也要有维护和发展这种关系的智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发现，贵人不仅仅帮助了你的事业和财富的增长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帮助你成长为一个更加全面、更加成熟的人。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世界里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梦想和财富的增长。从以上的讨论中，我们了解到，普通人往往因为短视的消费观念和固定的思维模式，而错失了许多改变命运的机会。而那些成功人士，无论面对何种困境，都能够坚持自己的目标，不断学习，积极投资，并且勇于挑战现状，最终实现了财富的积累和个人的成长。我们也看到了，链接贵人不仅是寻找外部资源和支持的过程，更是一个自我提升和成长的旅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仅能够获得事业上的帮助和资源，更能够在精神上得到成长和启发，成为一个更加全面、成熟的人。因此，无论你现在处于何种境遇，都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和追求。记住，每一个成功的故事都始于一个勇敢的第一步。通过不断的学习、努力和探索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愿你我都能在这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上勇敢前行，不断超越自我，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贵人，实现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丰富多彩。愿我们都能够拥有一个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，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和个人价值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